大哥，搞定！好。这车都经历什么名字？这车经历的可多了。大家好，我的车从新疆运回来了。那么在新疆的这个店里做了一个第2次的一个保养。保养的时候呢，也是同样的问题，说你的车经历了什么？现在呢，整个大家可以看到护板呢大概是变形的比较严重，所以现在我一定跟大家去讲护板起到作用是什么？护板起到的是保护作用。然后我们现在把整个护板都拆下来，然后看看车的底盘有没有问题。那么现在趁着师傅正在拆护板的时间呢，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车都伤到了哪里啊。那大家都知道我这次去的地方啊都比较苛刻啊。然后首先是侧踏，这儿呢已经磕裂了。如果你真的是选择用这种车去干越野的事情呢，就不要去选择那种电动踏板。那么电动踏板其实磕损的程度还是很大的啊。大家能看这轮毂，来给一个特写啊，这就是锻造轮毂的好处啊。你可以看到它其实大石头非常多，特别在磕利亚的时候，基本就是乱石阵。可以看到，只是给它这儿磕的有损外观了。但是呢，它没有变形。比如说，去年我们进科利亚的时候，有一个车不是那个猛犸的轮毂啊，它整个这全磕掀起来了，所以整个这个轮胎组就废了。然后轮胎特别给力，大家看备胎一次没使过，大家看我的备胎一次地没落过啊。整个路上呢，它也没有发生过这种，比如胎壁磕坏啦，比如说这个正面扎了啊。这个南港轮胎呢，它胎面呢是10级防护，胎侧呢是3级防护。看这儿，然后这儿，然后连着到这儿，当时我记得轮胎上也有印儿。这个是我们当时走在一个国道上啊，不是318，我们是走在比如的国道上，开着车，听到咚的一声啊，从山上掉一大石头，所以砸的是这个一个形状，大石头砸的。那接下来车还有这个地方后支臂，因为这是独立悬挂的。那有人说炳哥你升的不够高，我跟你讲，升的再高呢，跟它的离地间隙是没有关系的，只能换更大的轮胎才能增加后支臂的离地间隙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这个车前支臂是没有磕的，这跟我之前那辆车恰恰相反。因为当时我之前的那辆越野车呢，前面也是独立悬挂，前面的磕的不成样子了。这个是磕到后面。我跟大家讲怎么回事啊？就是我们走在克里亚古道了，比如说走在克里亚古道红土打本的第2个台阶的时候，全是大的乱石阵。当你前边轮你能躲过去之后，你打方向，后边就一定会蹭上。虽然说把漆磕掉了，但也有一些轻微的变形，但是数据是没有任何变化的啊。这种检验方法应该比扳手检验方法更为专业。原本你帮我看一眼我那后护板，我觉得这个最后这颗护板磕的比较严重。这个护板呀，本身它的作用和它使命就是防止磕碰的，所以说它磕到上去很正常，但是呢，因为这个护板跟咱们的后桥啊，它是一个硬连接，是相对静止的一个状态。然后现在虽然说它磕变形了，但是呢，它可以形容为就是它跟后桥是包成了一个整体，无非就是现在外观可能没那么好看，但是没有必要换啊，那我就不折腾它了。对，换一新的，该磕还是磕，磕完还是这样。那么之前很多豹5因为改装的原因导致前方爆珠，那当时呢，我跟岳良我们俩碰了碰，所以现在我的减震器呢是原厂高度的减震器。那么原厂高度的减震器其实对于操控来说特别好，但是越野来说可能你的离地间隙就不够，特别是你加了护板之后只能减少你的离地间隙。我现在先不怎么换了，等过2天玩完之后呢，因为我们准备开车再去趟非洲，那么去非洲的其实路我觉得要比这次路好走很多了啊，所以可能高度来说是没有问题。那我会等非洲回来之后呢，我再换一套加长的减震器，这样的话更有利于越野。现在我们在拆这大块电池护板，然后只是上呢可以看到有一个接触，这没问题哈，没问题，挺好，挺好。然后清着这石头子行了，它省得磨了，踏实了。那我们在运良改装店的这个检查就基本结束了，一会儿呢可能就是恢复这护板的样子形状。总之呢，我心里踏实了很多。所以这里跟大家讲，如果你出去有这种中度或高度的越野，第一呢要去回厂检查，比如说你的传动系统、你的连接件、你的底盘悬挂、你的减震器有没有问题。那么这样的改装的时候呢，也要去查一下你的改装。比如说你的绞盘啊，你的护板有没有严重的变形啊？你的护板跟车体有没有摩擦呀？这样的话呢，便于你下次更安全的出行。